大年30这天，大院中方哲原本想在酒店请岳父一家吃顿风光的团圆饭，可这倒霉催的谁能想到，这竟成了一场毫无尊严底线的批斗会。他卑微讨好的向吸血大舅哥杨志强敬酒，对方却拽个258万，连正眼都不瞧他一下。方哲掏出厚厚红包想讨个吉利，杨志强看了一眼金额，竟然嫌少，当众呵斥他没资格坐下。杨志强一脸鄙夷嘲讽地说，你这么大的老板就抠搜包2000块，简直是越有钱越抠门不要脸，拿这点破钱是来恶心谁呢？他指着方哲的鼻子肆无忌惮破口大骂，连带着把方哲的无辜父母也一起羞辱了。坐在一旁的极品妻子杨诗韵不仅没帮忙，反而胳膊肘往外拐，逼方哲立刻跪下认错，还厚颜无耻要求再补一个5位数的巨额红包。方哲为了年幼孩子只能强忍怒火，像个罪人一样憋屈的自罚3杯。可伏地魔杨诗韵还是觉得他态度不够诚恳，逼着方哲继续喝到他满意为止。方哲心里满是苦涩心酸，为了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破家，他已经把自己卑微低到了尘埃里。饭桌上杨志强肆无忌惮的抽烟，完全不顾年幼的女儿可可还在场。方哲好声好气小声提醒了一句，杨志强却极其嚣张的反驳，吸点2手烟还能让小屁孩长罐，这种荒唐无理没脑子的话，极品杨家父母竟然也在一旁随声附和。杨志强这不要脸的甚至还盯上了方哲公司的名贵红酒，理直气壮开口就要方哲往他后备箱塞几箱。就在这种极度压抑令人窒息的氛围中，更过分毁3观的事情发生了。杨志强就因为一点小摩擦，竟然丧心病狂的狠狠扇了可可一个耳光，可怜孩子的哭声瞬间撕裂了包厢的平静。方哲的理智在那一刻彻底断线爆发了，他强硬要求杨志强必须立刻给孩子道歉。杨志强却冷血冷笑着说，老子是长辈教训晚辈，那是天经地义。老妖婆杨母也跟着拉偏架，埋怨方哲大过年的不懂事扫了大家的心。亲妈杨诗韵不仅不心疼挨打的孩子，反而怪方哲让自己的父母心里不痛快。杨志强小人得志变本加厉，竟然让可可反过来给他这施暴者道歉，否则这事儿就没完不算完。忍者神龟方哲终于大爆发了，他霸气质问杨志强是不是忘了他现在开的豪车和住的豪宅是谁买的？这一家子吸血鬼入戏太深，竟然真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皇亲国戚了。他抱起委屈哭泣的女儿，毅然决然霸气地走出了那道门，身后传来了极品杨家人的叫骂声，甚至叫嚣威胁要让他净身出户。杨诗韵追出来，不仅没有半点歉意，还在用离婚这种幼稚的戏码威逼方哲。看着宝贝女儿红肿的脸颊，方哲的心都在滴血心痛。他温柔安抚好女儿后，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开始清算这笔烂账单。结婚憋屈的这些年，他在杨家吸血鬼身上花了整整480万，从天价彩礼到房产首付，再到杨志强破公司的启动资金，这一笔笔血汗钱全他妈喂饱了一群白眼狼。他果断打电话给助手，直接撤回了对杨志强公司即将到账的200万投资。这釜底抽薪的一刀，他要让对方直接断气破产。第二天一早，杨诗韵拎着打包的剩菜回到家，还嚣张命令方哲带着孩子去给杨志强跪地道歉。方哲直接把480万的账单狠狠甩在他脸上，冷笑着质问他到底有没有良心。在伏地魔杨诗韵眼里，哥哥打外甥女一巴掌只是微不足道小事，而在父亲方哲眼里，这一巴掌彻底打碎了2人名存实亡的婚姻。他冷漠告诉杨诗韵，既然想分得这么清楚，那我们就来算算这些年你家欠我的钱。方哲一刻也不想再等，他要把这对自私的母女彻底赶出自己的世界。他当着杨诗韵的面霸气通知秘书，不仅要撤资，还要动用集团名义全面封杀杨志强的商贸公司。杨诗韵气急败坏破防，恶毒指责方哲是在害死他的家人。方哲只冷冷回了他一句话，当他动手打我女儿可可的时候，他可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可可下楼小心翼翼地询问坏妈妈是否还会回来，方哲心疼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。这个懂事的孩子哭着告诉爸爸，他一点也不想妈妈，因为妈妈只会让他给极品舅舅拿拖鞋，甚至还偷偷拿走他的压岁钱去给舅舅买烟。搞半天原来杨诗韵为了讨好娘家人，一直在拿亲生女儿做牺牲品。老妖婆杨母此时不请自来，在方家楼下大吵大闹撒泼，甚至想强行非法闯入。方哲冷脸相对，杨母见撒泼耍来没用，竟然开始倚老卖老打起恶心感情牌。他不要脸要求方哲大度一点，赶紧把投资款打给杨志强。方哲毫不客气地戳穿了杨志强的无能，上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破皮包公司，有什么狗屁未来可言？杨志强在一旁急得跳脚，依然死鸭子嘴硬，觉得打孩子一巴掌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杨母见软的不行，居然叫嚣着方哲是靠娶了他宝贝女儿才发财的。方哲简直被这厚颜无耻的强盗逻辑气笑了，他再次列举出这些年给杨家填的无底洞巨坑，他当场果断宣布要离婚。杨诗韵直到现在还天真觉得方哲是在吓唬他，杨母更是嚣张跋扈，怂恿让女儿跟方哲离。
还妄想让方哲这大老板净身出户。方哲直接亮出32张铁证欠条，总额480万，并霸气告知他们，杨家名下的房子车子已经被法院冻结了。杨志强这才感到害怕，慌了神，因为他的皮包公司已经快撑不下去了。杨母也急眼了，开始泼妇骂街，大骂方哲忘恩负义。但在铁一般的白纸黑字欠条面前，所有的苍白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杨世运哭着绿茶说，大过年的要和和气气。方哲冷漠反问他，当他亲眼看到亲生女儿受委屈而选择沉默时，那个所谓的家就已经彻底散了。杨世运甚至厚颜无耻地说，孩子是他生的，他想怎么教训就怎么教训。这种极度扭曲的母爱让方哲感到阵阵作呕。方哲直接把离婚协议推到他面前，杨世运还妄想利用无辜孩子来挽回。哥哥坚定地站在爸爸身边，这一幕彻底击碎了杨世运的幻想。杨志强突然狗急跳墙，凶相毕露，冲上来就要对方哲动手。方哲不仅没有躲避，反而冷静地指了指墙上的高清监控，这几巴掌是他替女儿收回的利息。杨世运此时才发现方哲早有准备，甚至在家里装了监控防家贼。方哲讥讽嘲讽道，如果不防着点，这房子怕是都要被你们这帮强盗搬空了。杨家父子还不肯死心，甚至威胁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方哲抱起可可，头也不回地潇洒离开了这个充满戾气的家。方哲走后，杨世运不仅没有反省，反而开始像老鼠一样疯狂搜索家里的财物，金条、名贵手表、钻戒，能拿走的他统统没放过。他甚至还想转移联名账户里的巨额资金，只要能帮废物哥哥渡过难关。他已经彻底丧失了人的底线。可惜这一切都被方哲通过远程端监控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立刻联系赵律师，把杨世运非法转移婚内财产的证据全部保存。这一次，他要让这个毒妇真正意义上的净身出户。杨世运带着偷来的赃款回到娘家，却被哥哥嫌弃钱太少。杨志强甚至还恶毒盯上了他名下的那套别墅，逼他卖掉给自己填坑还债。老妖婆杨某也在一旁帮腔，洗脑说老公女儿都是外人，只有亲生父母和废物哥哥才是自己人。方哲的律师如约而至，送来了重新拟定的硬核离婚协议。协议上的条款异常冷酷无情，杨世运必须立刻滚出，搬出现在的住处。看着空无一物被冻结的银行卡，杨世运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走投无路。杨志强在一旁无能狂吠，却没有任何解决办法。法庭上，杨家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。杨世运假哭诉自己为家付出了多少，试图博取法官的同情。杨母更是当众撒泼打滚，指责方哲是现代版的陈世美。杨志强则控诉方哲故意搞垮他的破公司，简直就是个冷血动物。面对这些无理下指责，方哲只是平静地拒绝了法庭撤诉建议。他强硬坚持要求杨世运净身出户，并当庭提交了对方非法转移财产的实证。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杨世运做贼翻箱倒柜的视频，旁听席上议论纷纷。铁证如山，证据确凿，法律最终给出了大快人心的公正裁决。走出法院大门，杨世运还想最后一次死皮赖脸纠缠。方哲冷眼看着他，眼里只有无尽的冷漠。杨家人不甘心失败，竟然策划到方哲的公司大门口闹事。这种狗急跳墙的脑残行为，只会让他们摔得更惨。杨母拉着白字黑符在公司楼下撒泼，声称方哲虐待老人。杨志强则在一旁疯狂煽风点火，污蔑方哲吞并他的破资产。围观吃瓜群众议论纷纷，场面一度十分失控。方哲不慌不忙的霸气下楼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布了杨志强的巨额欠款记录。那些原本想看笑话的吃瓜合作伙伴纷纷见风使舵，表示要和杨志强取消合作。这下子杨志强是真的要彻底破产了。恼羞成怒的杨志强冲进方哲的办公室，却被方哲几句话对问得哑口无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有义务永远当冤大头供养一群寄生虫。方哲冷酷警告杨志强，他能有今天全靠方氏集团的输血扶持，一旦失去了这个大靠山，他特么什么都不是。杨世运还想打同情牌，被方哲一通怒怼直接哑火，他甚至根本不配被称作一个母亲。杨母见势不妙碰瓷，居然当众表演起了当场假装晕倒，这极其浮夸的拉演演技，连一旁的保安都看不下去了。方哲直接拿出手机对脸录像，表示这些都是寻衅滋事的铁证。救护车到场后，医生无语发现杨某只是因为紧张而自己闭气，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危险。这一家子的拙劣表演到此彻底谢幕。与此同时，报应来了，杨志强的破公司被讨债债主们团团围住，在走投无路之下，他竟然丧心病狂想对方哲行凶。警察及时神兵赶到，将这个持械威胁的狂徒制服。杨母在一旁哭天抢地，却再也救不了他的废物心头肉。方哲的父亲此时打来温暖电话，告诉他家里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。而杨志强不仅要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，还要面对无数讨薪工人的愤怒围堵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极品杨家人的报应终于来了。
欢迎收看，下集更精彩哦。